前不久，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了乌克兰海妖特种部队和俄军夜战的画面。看完视频呢，大兵发现他们当时在苏勒达尔的行动堪称完美，不仅一举摧毁了俄军指挥部，还全歼了俄军增援部队。那么乌军的这支名为海妖的特种部队实力有多强呢？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夜袭俄军指挥所呢？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还原一下乌克兰海妖特种部队当天的行动过程。目前有关海妖特种部队夜袭俄军的视频，乌克兰官方并没有发布其他详细信息，网上留存的也仅仅是一段3分钟的视频，因此大兵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以及当时的战场情况还原事实情况。如有信息错误，欢迎兄弟们在评论区纠正。下面大兵呢就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等不及的朋友可以直接拖动进度条到视频第3部分使用。1个月前，我所在的第46独立空中机动旅从赫尔松被调往了北顿涅茨克，支援巴赫穆特和苏勒达尔。听我的长官说，除了我们，还有17、128，还有第4坦克旅、24、61、63旅的部分战斗部队也被调来增援了。虽然我参加战斗没多长时间，但也大概能猜到为什么上级要派出这么多兵力来支援这2个地区，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我所在的苏勒达尔丢了，那么敌人就会对我们南部的巴赫穆特形成东北南3面包围，到时候我的兄弟们压力会非常大。而如果我们都失守了，那么北面的塞弗尔斯克大概率也守不住。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是个连锁反应，所以无论哪支部队都不能轻易放弃。你小子倒是开快点啊，我的兄弟们还等着支援呢。最近的鬼天气真不正常，刚下过雨，冷空气就来了，连续几天降温，整个顿涅茨克州都在零下10度。好在下了大雪，该死的泥浆也冻结实了，不用担心车子抛锚了。46旅那帮小伙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撑住，听说他们有些人刚出院，完成训练就被调过去了。真不知道有些媒体是怎么报道的，竟然说我们的小伙子失去斗志，开始大规模逃跑。难道这帮人的眼睛被眼屎糊住了吗？看不见上个月底他们在东部的战斗吗？乌军和瓦格纳雇佣兵在苏勒达尔的战役从2022年8月开始，到2023年1月中旬结束。没人会想到瓦格纳会为了一个狭小的河谷小镇，每天付出几百人的伤亡代价。在长达4个多月的拉锯战中，曾有媒体报道，苏勒达尔的乌克兰守军多次丧失斗志，甚至有大批乌军士兵开小差。但实际情况呢，是去年8月开始，瓦格纳在苏勒达尔东部外围发起了非常血腥的战斗后，乌克兰守军光荣地执行了防守苏勒达尔、巴赫穆特的任务，无一人投降。有关他们丧失斗志、大规模逃跑的报道呢，与真实情况不符。而当时巴赫穆特和苏勒达尔的激战程度也是整个顿巴斯前线之最。尤其进入2023年1月后，瓦格纳开始对乌克兰阵地发动了一波又一波死亡冲锋炮击，企图彻底吃下苏勒达尔。就像46旅那位士兵说的一样，苏勒达尔可能是推倒乌东战役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旦失守，南部的巴赫穆特的乌克兰守军压力将会非常大。因此，得知俄军意图的乌克兰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迅速调集多支部队支援苏勒达尔、巴赫穆特。而且乌总统泽连斯基也反复强调不会放弃苏勒达尔，承诺是要人给人，要武器给武器。而乌军调遣的这支支援部队，其中就包含了影片开头夜袭俄军指挥部的海妖特种部队。2023年1月8号前，瓦格纳是只占领了苏勒达尔南城，而时隔2天，他们就攻入了北城部分地区。同时，瓦格纳持续向苏勒达尔西南的2个乌军据点进攻。10号当天，瓦格纳集团老大普里戈金宣称，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苏勒达尔，并在进入矿坑拍照为证。之后呢，俄国防部也宣布占领了苏勒达尔。乌克兰方面对俄方的说法始终是给予否认。事实上，当时的瓦格纳还没有彻底打下苏勒达尔，而乌军多支增援部队全部抵达苏勒达尔北城外围后，也没有直接选择进驻苏勒达尔北城。毕竟呢，这么多部队肯定没办法全部塞进苏勒达尔的，集中部署容易被炮击，所以比后续部队先抵达苏勒达尔的46旅顶在了最前面。通讯员，
帮我申请和希尔吉斯上将通话。瓦格纳这帮家伙越来越过分了，简直不拿囚犯当人看。老大，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目前瓦格纳那帮家伙已经开始进攻北城了。我们已经预先在东部森林埋设了大量地雷，并且建筑旁边也是空地，有利于我军士兵射击。楼内已经部署了狙击手，所以瓦格纳从这个方向进攻的概率非常小。但是根据昨天的战报信息来看，这帮家伙呢也不是一味的强攻，已经开始在北部寻找我军的防守弱点。我猜测他们近期很有可能选择绕过南面和东面的防守，从北面的田野快速突击，占领北城北部部分边缘仓库区后，由此作为他们的立足点，从北向南再向市区西面进攻。到那个时候，我军侧翼将会受到威胁，不得不和瓦格纳展开巷战。如果敌人成功，那么北城区将会被包围，只能撤离。总司令那边就没办法交代了。此时呢，来苏勒达尔前线督战的乌克兰陆军司令亚历山大·希尔基斯内心非常清楚，北城内的乌克兰守军已经处在下风了，于是他决定由特战人员深入作战区，引导己方炮兵对攻入城内的瓦格纳进行精确打击，在苏勒达尔北城西侧建起新防线，固守待变。从战术上讲呢，俄乌双方在苏勒达尔都严重依赖己方炮兵，己方步兵、特战队员大多呢只负责炮火引导与残敌清剿。实际上，瓦格纳的囚犯兵也是类似的作用。小伙子们，上级安排的任务已经下发了。我方情报部门已经锁定了苏勒达尔北部俄军一处指挥部。经过讨论，我们决定今天晚上摧毁这个目标。暂定的计划人数是50人，以及4门 M777 2台侦察无人机。午夜2点，我们会从北部出发，穿过森林雷区，抵达目标附近。火炮小组提前进入射击阵地，摧毁敌方所在的建筑工事。20人的小队穿插接近目标后，分2组迂回包围。这个过程中呢，敌方听到炮火声，第一时间肯定会呼叫支援部队。由于本次任务是突击，所以他们的增援路线很大概率是由东向西。我方其他人员会在阵地边缘协助第1、第2小队作战。已经可以确定，瓦格纳那帮家伙的火炮弹药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而且最近美国援助的夜视仪的确好用啊，这次的任务应该不会有太大损失，毕竟俄军的夜战能力实在是太差劲了。这段视频呢是展示了乌克兰海妖特种部队突击俄军的全过程。他们通过侦察无人机为火炮提供目标信息，己方地面小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向目标靠近，之后凭借着装备优势开始对俄军据点进行逐步清扫。据点内的俄军呢很快反应过来，开始反击，并且呼叫增援部队。而前来增援的俄军部队可能是支援心切，并没有过多的注意是否存在埋伏，朝着交战区快速移动。这就给了乌军后方的炮兵小组展开精确炮击的机会，阻挡俄军增援。在据点内失去增援部队的俄军士兵也因为实力悬殊被乌军一一击毙，最后成功摧毁了俄军指挥部。从整个交战过程看呢，这属于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战术。早期的俄乌战争，双方呢在战术和技术层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距，士兵们呢往往都是白天打仗，晚上睡觉。但是北约各国援助夜视仪等设备后呢，网上则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一些乌军小分队使用夜视仪，以较小的规模对战俄军数十人，取得不小的战果。比如本次的乌军海妖特种部队能以如此高效地摧毁俄军指挥部，很大程度上是装备上的优势。单兵夜视仪、红外侦察无人机，这无疑说明了一件事：俄军的夜战能力不太行。当然，大兵并不是说这些装备俄军没有啊，
而是他们的普及率可能没有乌军那么高。如果俄军准备充分的话，应该也不会出现单方面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突袭就是突袭，怎么可能提前打招呼呢？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惑，乌克兰的海妖特种部队完成这次打击后，他们在苏勒达尔还有没有类似的行动？答案是不能确定，因为在今年1月9号，乌方确认边防局特种部队参谋长尤里·尤尔奇克上校在苏勒达尔前线阵亡后，乌军就开始逐渐撤离苏勒达尔市区了。时间来到1月17号，俄军已经彻底控制了苏勒达尔南城和北城，乌军也已经退守了巴赫穆特前往塞弗尔斯克的铁路西部。虽然当时乌军是在撤退，但抽空再来一次类似的战术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乌克兰海妖特种部队本身。海妖代号 Kraken， 中文意思就是海妖。它在北欧神话里呢，是一种类似于巨型章鱼的凶猛海怪，隐藏在暗涌之中，会伺机袭击过往的船只。很明显，用海妖这个名字作为部队的番号，可见海妖营在乌军中的特殊性，既凶猛又隐秘。据大兵查到的资料，这支部队曾在2014年被并入了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编制，目前隶属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总共有3个营级单位，其他信息则是寥寥无几。那么各位朋友认为，类似本期影片中乌克兰海妖特种部队采用的这种非对称战术，能不能在俄乌战场发挥奇效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以上部分信息来自大兵的推测，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